我们很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好朋友，咱们一起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啊，哪怕其中有曾经为中共国或者中共荣耀过、高兴过啊，现在结果最后发现自己有问题啊，现在完全反向的人，这些人都是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历史时代的见证者啊，毕竟我们一生就活一辈子，这一辈子跌宕起伏。经历的东西越多，人生就越丰富啊！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塌的全过程。2026年呢，这个过程已经从量变到了质变了。2026年极关键的一个年份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有幸静下心来看看。以前你可能老听老翟去讲啊，预测这么多年，现在我们终于看见了这一年是怎么倒塌的。好吧2026年上半年还没有过去，还有10天。但是即使2026年上半年还没有过去，我们所有的人已经看到了2026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3个特别重大的变化啊，3个重大变化。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什么？是中共慌了，而且中共的中央政府超级慌。2026年上半年讲了疯狂出台海量的法律法规政策方案，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啊，历史史无前例啊，不是罕见，史无前例。而且其中绝大部分的法律法规政策方案都是为了让中共赤裸裸的夺取这个国家社会大众财富，增加统治阶层个人财富的东西。剩下呢，就是为了加强中共独裁统治的力度、管理范畴的东西了，啊，这为什么叫慌了？就这个情况反馈出来的就是，中共自己都明确感受到了自己在坍塌的过程中危险巨大，所以谁也不想死啊，对吧？竭尽全力的试图通过海量的这些玩意儿来挽救自己客观上已经没有办法抑制的一个衰亡的命运，所以拼命的出台这个东西。2026年第一个变化啊，前面出台比2025年同期多了5倍以上。第二个大的变化呢，就是天灾人祸的成几倍数的增加，而且人祸的增加远大于天灾。这个咱们在2026年大家都经历了，看到的啊，煤炭的坍塌、化工厂的爆炸、桥梁的塌方、爆竹厂的爆炸啊，大布匹市场的着火啊，海量的电动新能源汽车的燃烧，严重的车祸，居民小区整个烧掉，夷为平地等等人祸啊，这还不算我们2026年发现的那些，比如说大量的农田都是严重污染的冰红茶颜色的水灌溉的，种的粮食我们都吃啊，中共国内的。还有中共国100%的鱼类啊、猪肉啊、牛奶等抗生素几百上千倍的超标，所以中共国的猪肉这么便宜，人家问我说为什么这么便宜？你随便到一个国家去，中共国哪怕越南，猪肉还比中共国贵那么多，比如说30块钱1公斤，中共国6块钱，为什么不能出口？啊，现在都明白为什么不能出口啊？有过呀，你出口，你周边其他国家的被罚款罚的太多了。不合格呀，啊，就抗生素一项就不合格，几百上千倍的超标。然后中共国卖的水果蔬菜都是化学原料达成的保鲜产品，啊，各种疾病的产生地。很多人都说，哎呀，在中共国吃的饭真香，到海外，对呀，为啥？全是他妈的化学原料啊，全是调味剂啊，你可不是香吗？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你早死啊，一堆病等着你呢。对呀，所以在中共国你聊不了这些东西啊，因为最近也有朋友在争说这个预制菜的问题。我说预制菜争不争，核心是它健康不健康。它如果对你的健康有帮助，你可以吃；对健康有危害，现做的菜你敢吃吗？啊，我说你自己去想啊，就为什么？因为国内的出来的人老觉得国外的中餐没有国内的好吃。我说对，我说如果国外的中餐跟国内一样好吃，这个餐馆早被罚死了。谁敢放这么多添加剂呀？对人体这么大的危害，好吧？啊，
往年中共国的没有这么多的人祸灾难，但是2026年上半年已经好多了，死人的就无数多。但是这还是开始啊，下半年更大灾难的开始。原因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维持现在中共国安全稳定的状态，在各层面维持啊，甭管是社会层面啊、生产层面呀、住的层面、衣食住行啊、跟工作社会各种层面安全，需要大量的资金跟资源。可是这个国家已经没办法有大量的资金跟资源来维持住了啊。那为了生存下去，所以各种方式、各种领域、各种层面都不得不偷工减料啊。有人开玩笑说什么京东很多大厦盖起来那房子搭的那个竹坯没搭起来就全漏了。还有人最近揭露很多央企的建筑工程项目，那混凝土手一抓全是豆腐渣，马上就碎了。说这杆子怎么立？想想原因都是什么？就是没钱了。当这个国家没有钱的时候，他所有的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就全出来了，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而且没钱，监管没钱也干不了啊。所以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祸不是你想干嘛，这人祸能少得了吗？少不了啊。安全问题没人管监督，吃什么东西谁管监督啊？所以2026年这一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开启了叫全民无安全生存模式。全民无安全，你们上半年感受到的刚开始零星，没有钱维持，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建成现在这样。超过的花销啊，超过的资金融合达成的结果，最后我们就得被它反噬，没办法啊。所以现在中共国的社会大众在今年下半年应该是不是皱不皱，真是客观情况，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可能遭遇到安全引发的问题，甚至会出现致命的危险啊。走在楼底下砖头掉了正常啊，自己家里什么东西掉下来都很正常啊。周边的设备啊、环境啊、天气变化、人为、非人为等等，因为这就没有办法，这些东西都是再说一遍，都是靠钱来维持的啊。高速公路出现这么大的窟窿，车掉进去，那是靠钱来维持的，不出事的啊。桥梁出现的断裂，那是靠钱来维持的，不断裂的。煤炭的安全，那是靠钱来维持它的安全的啊。化工厂的爆炸，那是靠钱来维持它不爆炸的。没有钱了，整个全社会，因为钱干嘛？我刚才讲了，第一个，中央把所有的钱全能搜刮的怎么样，都搜刮上去了啊，所以呢，这种景象就会出现。所以第二个大的变化，你们也能感觉到啊，尽管我们的不断的什么清网啊、什么清朗啊、查封、不让大家看各种信息就知道全是事故、问题。啊，第三个大的变化就是国际社会展现出来的。现在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集体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势极端明显。啊，最近的这期峰会，整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针对中共国的矿业发展的这种话题，对吧？怎么发展矿业啊？还有各个国家，美国呀、欧洲啊、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甚至包括新加坡这个国家，这么小的国家，弹丸之国在内，官方文件显现的都是很明确对中共国地位描述姿态的变化，全看得见啊，全看得见。亚洲周边的国家，什么日本呐、菲律宾、柬埔寨啊，什么包括新加坡等等，对中共国的描述都变了，全是敌对的啊。包括本次的美伊冲突啊，持续的俄乌战争啊，还有中共国制造的遍及全世界的电诈的这些团伙，海量出口的芬太尼潜体啊，讲过的中共国男性啊，在欧洲、在英国、在美国这种群体的迷奸中共国女留学生这种事件啊，包括现在国际上欧洲、美国都在研究的中共国政府通过多层次深度补贴，让中共国的过剩产能向全世界输出等等问题。所以呢，2026年你们很清楚的看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已经明确的在各种文件资料中就差这么写个字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世界邪恶势力的轴心，是人类文明正常发展最大的绊脚石
但是这些国家用实际行动展现，就是围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联盟正在成型。大家有空一定要关注一下新加坡，弹丸之地啊，里面华人主导，从建国以后一直保持中立的这么一个国家，在2026年的重大活动，比如香格里拉峰会等等，反中国，重大的国情国事表态啊，比如看看新加坡那些报纸，对吧？多次明确谴责中共国在亚洲实施的各种暴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世界唯一写在文案上的铁哥们兄弟巴基斯坦啊，已经明确的倒向了西方，正在快速对中共国全面疏离。所以巴基斯坦的港口，中共国2026年一个东西都出不去，一个货都没有，都出不去，白弄了。你就想想，这朋友全没了，让所有的人正在围剿。2026年很明显，所以中共国正在陷于改革开放以后4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针对中，一系列国际的这种围剿都在默默、逐步、坚定的展开啊。那中共国呢？那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通过疯狂的超限战、渗透战，搅乱全世界的格局。啊，什么一堆姓高的呀，这那的人都在说啊，世界金融危机要发生，干嘛？中国在努力挑逗让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为什么？因为只要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了，就能转嫁中共国自身受到的国际压力，大家都要半死不死，都受冲击，那对中共国的围剿自然就没办法集成了啊，很可惜，这种梦想几乎是无法达到的啊，这就是我讲 AI 高技术对于人类世界产生的一个支柱性作用。整个人类的这种生产力结构、文明发展的逻辑都在发生变化啊，所以文明国家集体对抗中共国，甚至未来群殴中共国，是一个必然出现的结果啊，不会以一些中共国的一帮傻逼自己说的话改变，好吧？2026年上半年摆事实讲道理，你们都看得见啊，中共国为了自己多活2天，疯狂进行的各种政策的输出啊。然后中共国社会层面的人祸大量的爆发，国际社会针对中共国尖锐的这种对立形态的明确形成，这就是2026年上半年我们可以说主旋律啊，主旋律。但是这些主旋律下半年可能不是，因为下半年有比它危险的更多的情况会出现啊。但是就算是上半年这3个点，都可能是2026年中共政权崩塌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因为哪一点发展大了，这国家都承受不了啊！大家就拭目以待吧，就拭目以待吧啊！在中共国现在的体系中，我讲的这些，你们看到的这些2026年上半年明确的东西，这都是被中共国完全压制啊，完全不让外界去观看以后，你们看见出来的结果啊，那你想想这个问题本质有多大啊？而一旦你们明确让外界看到的情况呢，比如像张幼霞事件，我们知道这是今年1月份年初出现的事件，现在要将近半年过去了，看看中共国各大军区战区各大军兵种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任何表态。你们就想想，这种压制不了的情况下，真正背后的乱局会是多可怕的一种乱局。但是因为毕竟这些去除大量的异己、干死相关的人员底层得不到回应的事儿，我们不能把它叫做2026年的特色，所以我没把它总结成2026年的3大特色因为它不是，它是个别的事件。还不是一个主要发展方向，但是疯狂的出政策，大量的人祸出现，全世界整体的围剿，这是2026年新出现的主要发展方向。对，这个是大家看得见的，好吧？所以咱们就拭目以待呗，反正人就活一辈子这一辈子我们多经历点，多看点也没什么坏处。那今天开始讲个开心的小事儿，这个月刚刚美国联邦法院开始正式对华为进行刑事起诉。
起诉的罪名包括什么？很有意思啊，美国历史上从来没对任何这种什么苹果呀、微软这种大公司啊偷个税就已经是最大的起诉名头了。这次对华为的起诉罪名包括什么？银行欺诈、电信欺诈、有组织犯罪、商业秘密窃取等等，全是刑事重罪啊！对国际上这么大的所谓华为的大技术公司，全用刑事重罪起诉，哇，太罕见了啊！而且这个起诉的证据中啊，这个联邦政府法官明确说了，孟晚舟为了换取当年自己回国，对很多罪行进行了认罪陈述，成为了这次美国联邦法院对华为公司刑事起诉的重要证据。啊，有人讲，那孟晚舟在那次都已经认罪了，为什么还能回国？啊，如果你老看美国的电视剧，其实你对这个东西应该很熟悉。就是美国的法律中有一种啊，就是你跟联邦政府沟通，嫌疑人主动认罪，来换取公诉方啊进行缓刑啊、减刑啊，或者停止刑事诉讼的交易。怎么经常干这事儿？你在美国电影里、电视剧经常看。啊，孟晚舟回国进行的就是这种交易。他对很多行为认罪啊，认罪以后啊，那么换取的是什么？答应他不再对他进行刑事起诉，不追究啊。可是他认罪的这些证据就可以成为美国政府起诉华为的重大证据啊。这一次起诉漫长的过程，2万亿存款，哎呀，我都讲过多少次了。第一次存款消失就讲过了，翻我以前呢，我不开玩笑。为什么我自己老说我是乌鸦嘴？就是你们现在很多新人看见的这些结果，你问问老用户，大量的80%到90%是不是我3年前全都讲过了？啊，这个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产业的发展情况、弊病、未来的结果，你们回去看看当年是不是全讲过了？房地产的情况是不是全都讲过了？中国经济的走势是不是全都讲过了？里面的问题是不是全都讲过了？就是你翻我以前的都是这样啊。我为什么不愿意很多东西重讲？很多东西都是我讲了3、4年，哎，变成个热点，实现了，结果出现了，哎，大家开始关注，然后就问我怎么产生的？我都讲过多少年了，摆事实讲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的，不重复了啊。这次美国起诉华为是前面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的。美国法院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准备对华为公司进行刑事起诉，由检察机关去做一直到今年年初都在干嘛？法院都在审核华为公司自己提交的大量证据最终确认华为公司要求撤销对华为大部分指控请求的证据都没用所以最终美国联邦法院的审理结果驳回了华为公司要求撤销指控的所有请求。这样的华为公司的案件就正式进入到审判阶段了目前预计呢，今年9月份美国联邦法院将完成陪审团的筛选、遴选，然后进入正式的审判跟宣判程序如果华为公司败诉，仅仅在美国，华为公司就将承担巨额的罚款。不仅如此，还涉及到在美国全球管理范畴内的资产没收、美国市场的永久禁止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全面剥离、无期限的全面技术禁令，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有关机构跟华为的或者跟美国关系好的机构的大量合作限制。此外，如果这次华为败诉，按照美国司法部起诉企业的一贯逻辑，因为毕竟是刑事案件那一定会认为华为的刑事责任由于某些当时控制华为的自然人下达的指令而导致的结果，那么自然人就一定会被起诉那么这个情况下，不是说起诉之后才有结果，而是认定华为公司有罪，那么这些自然人，比如说任正非等人，就马上会被美国法院提起诉讼。然后呢，诉讼的案子的名称就是起诉的名义基本都是什么密谋金融诈骗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等等。起诉一开始，美国法院就会签署逮捕令，并且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红色通缉令，冻结所有华为高级
人员的海外资产等等。那个时候我相信华为的高管天天什么我操，怎么天天吹牛逼的，那就只能承受只在全世界就中国这小地方软禁的命运了。手里的护照摆设根本不敢往国外去啊，国内身份证就够了，谁敢轻易出国？每一次出国面临的可能都是一个冰冷的手铐。而且不仅如此，只要华为在这次美国刑事审判中败诉，伴随而来的一定是全球大量国家都会使用美国这次审判中认可的依据，继续对华为提起刑事或民事，也就是经济方面的诉讼。美国法院判决的证据和资料是可以全球共享的，所以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美国法院判决的这些证据都具有信任背书跟证据外溢效应认可对，那美国说对，全世界就认为对。那既然对的，华为有罪，那到哪儿都有罪然后不知道，如果真的在明后年这种海量的起诉出现中共国人心目中伟大的华为公司由此甚至直接破产，经济上能不能破产不知道，但是全球信用破产是必须的。华为的人连国都不敢出我不知道那些以华为为骄傲的中共国人在内心那种罪恶的感受是种什么想法，咱就不知道了，好吧因果报应永恒不爽所以华为这个蛆虫在这次开始美国刑事诉讼后，我觉得蹦跶的年头就真的不长了我们大家自己看就行了高兴的信息我不跟大家讲高兴的信息华为最擅长起名字改名字，遥遥领先涛定律。涛定律当时讲完公告完了，我讲了吧，肯定也算是自媒体里最早讲这个的吧讲完了你们看看现在涛定律还有人聊吗？你们现在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还有人在聊涛定律吗？对吧所以黄老板的一句话对吧，涛定律他妈的玩剩的东西，英伟达玩剩的东西，就这一句话对吧，涛定律死刑就给定了随便说的，这些国外的名人不会随便说话的然后这种改名字呢，那肯定华为是跟中共国学的，对，跟中共国学的那中共国这个名称的改变是吧中共国现在呢玩了个新花样我们这次很有意思，这是2026年第一次开始玩，因为这个花样虽然以前经常玩，但是2026年又开始玩，我跟大家讲讲有意思。以前玩的时候呢，中国面临数据太差，反映的领域没法改变。那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数据取消掉，看不见了比如说青年多少岁什么情况的就业率等等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改名字改内容比如说 GDP统计逻辑改了还叫 GDP 名字不变，统计逻辑改了金融数据比如说 M1 M0 怎么办，统计范畴 M1 给它改了名称不变还叫 M1，统计范畴改了最近呢又有一个特别差的东西，这又是我从2026年开年就给大家讲，我说乌鸦嘴嘛，老是乌鸦嘴，我说消费肯定死，消费20年然后告诉大家所有的这种差的情况，然后中共现在也改变不了，消费真的太差了，那怎么办？聪明，这次不光把内涵改了把外延也改了，名字也改了因为以前中共国反映消费最核心的只有一个数据，叫社会零售社会消费零售额叫社零数据，但是太差了5月份，因为5月份中国的社零数据同比环比全是负值，这种情况就变成了没法找借口的死局了。因为如果同比是负值，比如说今年4月份跟3月份比，同比就很差，同比很差，那中共的借口叫做什么？叫去年同期统计的基数数值较高这个咱们已经见过好多回了吧，用了好多次了吧？去年同期统计的基数数值较高，比如说这个全国的财政收入那么差，极差，税收极差，就说去年较高，其实去年很低的，但是这是个借口。可是环比也是负值怎么办呢？4月份跟3月相比，
4月是小月，3月是大月，1357嘛，3月是大月，结果4月份同比环比都很差，环比负值，解释是3月是大月，4月是小月，5月是大月呀，5月天数多呀，4月是小月，可是5月跟4月比，环比还他妈是负的，怎么办呢？就连解释都没法解释了，怎么办？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哎，改名字，改名字啊！这改名字起到的效果叫一箭双雕啊，很重要。因为2026年讲了那么多次了，中共国第15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发展规划开局之年，而第15个5年发展规划呢，又以扩大内需、提升消费作为唯一的经济重点、经济支柱。啊，这么悲惨的结局，他妈的到5月份环比、同比都这么下降，全年都这么差，前5个月实在没办法，解决不了了，改。所以这边数值变成什么了？国家统计局刚在国务院开的新发布会，这数值就变成什么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零，加了一个社会服务零售总额，这指标就变成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哎，有意思吧？这指标来过去替代过去的社会零售总额，代表消费这数值了，叫社会消费商品跟服务零售总额啊。所以有这个指标呢，国家统计局领导就在这次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高调的宣布，1到5月份中共国社会商品跟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妈，去年就他妈没这个数，这同比增长 2.8% 怎么出来的？天王老子都不知道，我查遍所有人工智能都没人知道这数怎么能出来。去年没这数，今年创造出这数，他他妈怎么来的同比？这个神奇的情况。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4%， 服务零售总额是多少？不知道，发同比增长都没人知道啊！查遍所有中共国官方的资料都找不到这个现在叫做社会服务零售总额的统计标准是什么，具体的统计方式、调研方式是什么，数值是什么？你们统计半天你得有个数啊，100、200、3000呀，没有。除了一个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叫这个统计数值是企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户向个人和其他单位提供非生产、非经营用途服务的综合价值体现，包括交通、住宿、教育、医疗、体育、娱乐等，没了。所以中共应该真他妈挺恨我这种人的，就是他吹个牛逼撒个谎，你说有我这种人存在干嘛？认真踏实的找这个撒的谎吹的牛逼，那不是全揭露了？就你没有，除了这么一条，你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官方体系你就找不到这个数了，没有任何跟这个对应的数，也没有分项，也没有分项的占比比重，什么都没有啊。结果就这种情况下，今年1到5月份，原本中国国家统计局社零数据同比增长才 1.4%， 因为是下降的嘛，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4%， 嘴上说的。由此国家统计局讲的啊，这个社会零售和服务零售总额整体同比增长到了 2.8%， 1到5月份。那有这 2.8 就好办了，代入一个数值 1.4 5.4， 就得到什么结果？也就是原本的 1.4% 乘以 62%， 加上所谓的服务零售 54% 乘以 38%， 正好能等于 2.8% 的结果。那这个代表什么？也就是代表在中国这个新指标社会消费商品和零售服务总额里面，传统的社零占的份额 62%， 新的服务零售总额占比 38%。一个占比在一个重要经济指标将近 40% 的指标服务零售额，竟然在国家统计局所有的统计指标里，你他妈从来没找到它是啥。逻辑上这不应该是国家统计局计算消费数据最核心的指标之一吗？结果你从来都他妈没看过，行业划分比例、数值反馈什么都没有。在2026年6月份之前，你就没见过这个东西的数值，更不知道它他妈环比啊、同比什么玩意儿。
没数值咋比？结果一出现，这个数值就成为国家消费代表的主导数值之一啊。然后这个主导之外，你仍旧找不到这个数值的统计逻辑、统计范畴、统计实施计划方案全没有啊。事出反常必有妖，明白了？讲这啥意思啊？给大家讲过程嘛，把事实讲到大家就容易了。这他妈是个编的。由于社零数据太差，第5年发展规划中消费又是核心，妈这玩意儿给谁看呢？这中国共产党这脸面都没了。但是你要改变真正的消费现状，提高数据还做不到，因为确实是没办法做到。那钱上面苛捐杂税拼了命的去弄，老百姓穷成这个逼样，他怎么能增加呢？那怎么让这数据好看呢？他妈增加一个，哎，什么呀？服务没有，那把这服务放进去。那现在既然没有，那说啥就是啥，说怎么编就怎么编，编的好看了，那不能让5年发展规划成笑话，所以就好看了啊。所以中国于是乎啊，社会消费商品跟零售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数据就他妈出现了。前5个月同比增长也从1%左右，咵跃升到3%左右了，里子面子全有了。但这个玩意儿能反映中国老百姓真实的消费情况吗？咱们都清楚，就是老百姓继续穷着，社会继续衰退着，生活继续差着。中共干嘛？改他妈一个数据指标，编个数进去。哎，对外面来讲，对傻逼习近平来讲，反正习近平什么都不懂。哎，好看了，政策没问题，一切都他妈好了。然后还有经济学家在那编，说社会零售总额同比环比都下降，是因为汽车这一个大项消费掉得太快了，这一个大项一下衰退了那么大啊，所以导致其他你看其他项都没怎么衰退，所以实际上没怎么衰退，这他妈放屁呢！你放屁，你得想想，你他妈放的屁也得有个响啊！大家的兜里的钱是固定的，这个月大家都不买车了，那他妈钱不就多了吗？那其他消费数值不得上去吗？你现在看见是这个月大家都不买车了，车的消费直线下降，其他数值也没有大的增长，那不就是整个社会的消费程度下降了吗？这编都编不圆，胡说八道都胡说八道不圆啊！所以呢，当然了，没办法，中国老百姓就这么傻逼，没办法，大部分的这些小粉红啊，专家一说多傻逼的话都有人信啊，好吧啊，所以我只讲这么多，你们愿意听就好好听着吧，啊，你们愿意听就好好反思自己想自己的思考，其他不说了啊。